啊？景元他说的没错，翊坤跟我娘娘就是被你陷害的。额娘，不怕，额娘，我娘在呢。她是我的女儿，不是你的。英妃，一定是你教坏我女儿的。景元他能分辨得出是非，他的确不喜欢你。其实岂止是孩子，即使你未同父后，我们也照样看不惯你这种用龌龊手段上位的女人。我不喜欢你，我讨厌你，你一定还做过许多坏事，所以14弟和16弟才会夭折的。你胡说！你是我的女儿，你怎么可以污蔑你亲娘呢？英妃，早知道你不服，今天本宫就要让你知道，什么叫心服口服。来人，在。英妃犯上不敬，拉下去杖责。你敢？本宫是皇贵妃，主理6宫为何不敢？皇上礼重蒙古，你岂敢动？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本宫打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！皇贵妃娘娘息怒！皇贵妃娘娘息怒！皇贵妃娘娘息怒！快动手啊！皇贵妃娘娘息怒！皇贵妃娘娘息怒！皇贵妃娘娘息怒！太后驾到！太后晚安。这是做什么？哀家刚从安华殿给永琪诵经超度回来，一路就听得你们喧闹。臣妾知错。起来吧。当皇贵妃日子也不短了，还不能让嫔妃心服？颖妃啊，你位分低些，也该懂得尊卑上下。太后恕罪，原是臣妾见景元大哭，心疼不已，情急之下才犯上的。皇祖母，皇贵妃掐景元，景元好痛。景元啊，皇贵妃到底是你额娘，你即便在颖妃膝下长大，不叫她一声额娘，也得称呼一声令娘娘。皇祖母，颖妃娘娘才是景元的额娘。你这孩子虽然不懂规矩，但足见颖妃对你一直疼爱。既然如此，景元还是交由颖妃来抚养吧。太后，景元脾气也性子大，断不能叫旁人教养了，还是臣妾自己来吧。景元好好的，断不会像皇贵妃所言那么不堪。否则皇上不会那么喜爱。难道皇贵妃是不放心我来养育吗？景元到底不是你亲生的，养娘不如生娘亲，养娘怎会真心待孩子好？是吗？太后，臣妾失言，臣妾知错了。是生娘不如养娘好，养育之恩大过天。什么生养养娘的，哀家没你心思多。孩子是谁养大的，愿意跟着谁，那就是谁的孩子。景元，你愿意跟着谁，自己说。皇祖母，景元跟着额娘。额娘真没白疼你。皇祖母，景元生病是额娘喂药，天寒是额娘添衣，额娘最疼景元了。景元懂事。你看看你自己的言行，配不配做这孩子的额娘？臣妾知错。颖妃啊，好好看顾着景元。你记住了，孩子和谁最亲，谁就是他的亲额娘。谢太后。真闹了这么一出。皇贵妃突然带走了7公主，
蒙古嫔妃本来就不满皇贵妃，这就闹了起来。不过，也不能怪蒙古嫔妃无礼，皇贵妃太过于言辞不当，才惹得嫔妃离心，公主不满，连太后都被得罪狠了。都怪朕，当日太过心急，想着乌拉那拉氏断发，后宫之事不能无人料理，才强扶魏氏为皇贵妃。谁知她不能安定后宫，安抚儿女，连对皇额娘说话都这么不知轻重。玉火啊，这回永琪百日祭祀之事，不许他过问，叫于妃主持吧。是，皇上，那懿坤宫娘娘请求为荣亲王百日祭祀、敬香守灵之事，您可允准了？他要去给永琪上香守灵一日，便让他去吧，只是叫他晚些，别和其他嫔妃撞在一块儿了。那奴婢去安排。皇祖母，于娘娘已经回来了，我为什么还要挪去慈宁宫跟皇祖母住呢？你呀，就安安稳稳跟皇祖母住上一段啊，咱们祖孙俩在一块儿啊。什么？永基被太后带去慈宁宫抚养？是啊，奴婢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就立刻来回禀主了。他们不会是察觉到什么了吧？应该不会，奴婢做事一向小心谨慎的呀。那这好好的，太后为何要从协芳殿接入永基呢？这个奴婢也不知道啊。或许是因为太后可怜12阿哥吧。那御膳房那儿呢？慈宁宫有小厨房，这御膳房的饭菜恐怕是再也不能送到12阿哥跟前了。这好不容易排布了这么久，突然便动不了他的饮食了，岂不是前功尽弃？这东西本是天长日久才起效用的，如今突然被打断，自然是乱了您的安排。不过想来太后年迈，自然也照顾不了12阿哥太久，咱们还是有机会的。把本宫的护甲拿来。是。好不容易祖孙3个一起吃饭，个个食不甘味的。永基，皇祖母小厨房的膳食不香，到了你皇阿玛这里还不合胃口。皇祖母，孙儿想吃御膳房的饭菜。这就是御膳房的饭菜，有何不合胃口啊？没有儿臣在上书房时的好吃。回皇上的话，12阿哥在上书房时，的确进得香。慈宁宫的小厨房也就罢了，都是御膳房做的饭菜，怎么永基就非得惦记着上书房里吃的那些呢？儿臣吃不下了。放肆！瞧你说话举止，还有没有点规矩？儿臣知罪。罢了。与其责怪永基，不如去查查御膳房给他做饭菜的厨子。若真是合口味，那就继续给他做着。皇娘说的是。傅家，哎，你去问问。是。太后为什么要查御膳房，还惊动了皇上？奴婢也不知，只听说是12阿哥非要这御膳房做的饭菜，
不满慈宁宫现在的饮食，才会让太后起疑心。哦，那日又碰巧是太后带着12阿哥一起去养心殿用膳，就连着皇上也知道了。你不是说那个东西下到饮食里，多了会产生幻象，少则慢慢损伤五脏六腑？为何12阿哥吃了会总念想？奴婢没有亲身试过这个，更不知道此物吃多了会上瘾啊！混账！你是故意要害死本宫？奴婢怎敢？太后就算要查，也查不出什么来的。那野蕈原本就是作为配菜放进去的，主大可放心啊。放心，本宫看来未必是太后疑心吧？你是不是在安华殿说了什么，才让太后带走了永基，还如此防范？奴婢对天发誓，奴婢对主忠心耿耿，从来没有说过什么。主明鉴，奴婢真的什么都没有说过，更不知道皇上和太后为何会突然提起此事。奴婢。主，15阿哥快下学了，您看要不要去接他？你去给我盯紧了御膳房那个伺候12阿哥饮食的人，过了这段时日，打发他出宫了断干净。若再生事，本宫饶不了你。是。永言，在上书房都学了什么呀？皇阿玛让师傅教我孝经，我都认真学了。皇阿玛说，皇家子弟除了孝，更要忠，先君臣，后父子。好孩子，你皇阿玛说的没错，但是你要记着，不必什么事儿都听你皇阿玛的。你我是母子，血浓于水，你心里呀，只能向着额娘。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得护着额娘，和额娘一条心，记住了吗？走。真的，千真万确。听您的吩咐，小德子近来总盯着皇贵妃那儿，他亲耳听见的。哼，这种女人，就是玉坤宫倒了，她的脚啊也不配沾上中宫的一点泥。看来，颖妃他们说的都是真的。皇贵妃真是这么教导永言的？儿臣不敢欺瞒皇阿玛，永言还小，留在这样的生母身边，太容易被影响。近朱者赤自然好，就怕会近墨者黑。景色，有些话朕也只能和你说说了。自从永琪薨逝后，环顾宫中能继承皇位的皇子，只有永基，还有永言。这永基啊，虽然年纪长些，但经历了风波，性子别扭。如今给你皇祖母养着，也不知这性子能不能改过来。这永言吧，虽然机灵，但年纪尚小，未来如何也不好说。就是永言年纪小，如同一张白纸，可以任意描画，如今竟被生母教导着不与君父一心，实在令人担忧啊。咱们爱新觉罗家的皇子，岂能容这样的生母教养着？玉华，奴婢在。你和金宝去永寿宫，将永龄交给颖妃养着。这景云呢，就留给客嫔。至于永言嘛，就送去寿康宫，给太妃们细心教养着。是。皇阿玛，皇阿玛，是否龙体不适？朕没事。皇阿玛，额娘，儿子好罚，
皇阿玛让儿子抄的这个书，儿子不想抄了。罢了，歇会儿再抄。但是呢，皇阿玛给你安排的功课还是要完成的。是。玉壶姑姑，玉壶姑姑，我们主在休息呢，您……奴婢请皇贵妃娘娘安。玉壶姑姑怎么来了？皇贵妃娘娘，奉皇上旨意，即日起，17阿哥由尹妃娘娘抚养，9公主由克嫔娘娘抚养，15阿哥挪去寿康宫居住，由太妃照料。皇上怎么下了这般旨意？皇上还说，往后所有蒙古嫔妃都不受您管束，也不必向您请安，您也别计较。那本宫还算什么皇贵妃？您自然还是皇上亲封的皇贵妃。那永言能不能留下？他从小是在本宫身边长大的。皇贵妃娘娘，奴婢只能说一句：您都教了15阿哥些什么呀？皇上知道了，如何还能把他留在您身边？那奴婢带小主子走了。放肆！谁敢动他？十阿哥，怎么了，十阿哥？永言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永言，主，他还好护着乌拉那拉氏的孩子，本宫的孩子偏要被带走。乌拉那拉氏，他被困在翊坤宫，他还是不放过本宫啊！主儿，他已经断发禁足，又被夺了册宝，他已经什么都不是。你这个贱婢！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你听谁说的？没有，奴婢没有，奴婢一心为主，怎么会吃里扒外呢？看着我！你再说一遍啊！这些变故都是从你去了安华殿见到乌拉那拉氏开始的。你背叛本宫，你敢背叛本宫！翊坤宫娘娘说是掳了奴婢去，可奴婢什么都没有说，奴婢一心对主，什么都没有说呀。主息怒，主，春蝉最忠心，断不会背叛主。主，皇上的命令不可违抗，您万不能生气。这要是皇上知道了，怪罪下来，咱们又担待不起。主息怒，主息怒，主息怒！我的永言，我的永言。主心急症犯了，快去请太医！快呀！主，你醒一醒啊，主！主儿，您怎么起来了？您喝了太医开的药，才昏睡了几个时辰，要不再歇歇？给本宫梳头吧。是。
春蝉，本宫昨日一时糊涂，下了重手，还疼吗？不疼。